欢迎回到末世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西贝贾国龙啊，最近呢又冲上热搜了。老查呢本来不太关心这种事情，一方面啊是因为见得太多了，这华人圈里这种类型的老板可是国际范围遍地开花。另一方面呢，这种偏于表象性的世界啊，今天来明天去的，没什么沉淀的价值。最关键的是啊，老查呢想聊的角度，他未必能够出现，但没想到的是啊，果然他还是出手了。没错啊，老查呢一直在等一个消息，准确的来说呢，是来自一个第三方的评论。结果啊，他真的来了。我呢先卖个关子，稍后和大家分享。来，我们先猜一下今天的话题啊。2025年9月到2026年1月，短短4个月，一个开了30年的餐饮老板，亲手把自己300多家门店送进了 ICU。具体情况大家估计都知道的差不多了。什么预制菜被曝光，什么得罪了罗永浩，什么公关做得太烂，这些全都对。但估计更刺激大家神经的是这位老板面对质疑时的反应模式，实在呢太为熟悉。不认错，归因外部，强调自己被污蔑、被误解，这套反应谁敢说不熟悉如果你觉得熟悉，那是因为这不是贾国龙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华文圈商业文化的基因问题。所以比起西北一家企业贾国龙一个老板，老查更想和大家分析的是，为什么华文圈特别容易出爹味老登型的老板，他们是怎么产生的，他们为什么会在2020年代之后呢集体翻车，而在中国的市场环境里，它又有什么特殊之处。我们先从最基本的说起。这商人逐利，这是天性，无利不起早，这是人性。所有商人在所有的时代都会尝试用信息不对称来赚钱，这可不是中国特色这也不是华文圈的特色，西方呢也一样。19世纪的美国，铁路公司隐瞒安全隐患；20世纪的欧洲，食品商在牛奶里掺甲醛；1960年代，汽车行业明知设计缺陷还不召回。所有的商人呢，本质上都想，消费者不知道的我就不说，你也没办法查，这个呢叫做商业的原始冲动。但为什么西方在1960年代之后，这套玩法逐渐就失效了呢？是因为西方的市场有3个制度性的改变。第一个叫集体诉讼制度，一个人被骗可以代表所有消费者起诉，企业的违法成本远高于被曝光的公关成本。第二呢叫独立媒体监督，比如说60分钟、消费者报告等等节目它职业化了媒体监督企业的工作范畴，形成了一种传统。第三呢就是商业伦理的教育，西方的 MBA 商业伦理是必修课，它教你什么能做，而不只是教你如何成功。所以大家看西方企业家大部分的第一反应就是道歉加召回加透明，这个不是因为他们道德高尚而是因为制度呢让他们必须这么做。但华文圈呢，华文圈的商人不仅有信息差致富的原始冲动，还有一个更深的文化基因，那就是家长式的管理者心态。所以为什么华文圈特别容易出爹味老登型老板？3个文化基因。第一个基因呢是商人从未真正独立。传统的中国文化士农工商，商呢是排最末，这不只是鄙视更是结构性的事实。中国的商人从来就没有独立博弈的权利。西方有商法典，中国呢是靠行规。西方有商人行会，可以和王权谈判，中国呢有会馆，但只能依附权力。这结果是什么？中国的商人的核心能力不是契约精神，而是关系运作。信任不来自于制度，而是来自于熟人网络。这就埋下了信息差致富的基因消费者不知道的，我只要不说，你们也没办法查。第二个基因就是儒家文化的上下关系。儒家文化讲君臣父子，讲上下有序，讲长者为尊。这套逻辑延伸到商业领域，就变成了企业家是家长，消费者你们是子女，我做的决定你们就应该信任，我说的话你们就应该听，我不需要向你们证明什么，你们应该相信我。这就是爹味的来源，它不是恶意的，它是一种文化基因。企业家真心认为我是为你们好我做的都是对的，你们呢就应该理解我。第3个基因就是家长式的管理，威权的土壤。华人圈的政治文化普遍是威权式的，不管是大陆、台湾、新加坡还是香港，在历史上都有威权管理的传统。而威权管理的特点是什么？权力中心可以定义叙事可以控制信息，可以让质疑者闭嘴。企业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的，他们学到的就是
问题出现了，那不是我的错啊，是外部势力是别有用心，是不了解情况。所以他们一定要强调自己的委屈和付出，然后呢会预告你们质疑我啊，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套逻辑啊，在威权管理文化里确实非常有效。所以贾国龙的反应啊，不是他不懂公关，而是他太懂得他所处环境的规则了。他只是在模仿，因为这是他见过的最有效的权力运作方式。这三个基因叠加啊，商人啊从未独立，再加上儒家的上下级关系，再加上威权的管理土壤，这就造就了华文圈特有的爹味老登情老板们。他们呢本质啊不是坏人，他们只是文化基因的产物。所以同样是华文圈，不同的地区面对这个文化基因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我们呢就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以及呢效果如何。首先是新加坡，新加坡政府啊在1980年代就规定，虚假宣传等于坐牢，你不要等消费者曝光，政府啊就直接盯着你。所以新加坡企业基本上不太敢在民生的相关项目上玩信息差，但这不代表信息差就消失了。比如说就在最近2024年至2025年，新加坡的美容沙龙屡次因高压销售、隐瞒价格被调查罚款，总裁被判监禁4个月，受害者呢多是老年的消费者。所以大家看啊，即使在新加坡，仍然有很多老板在使用信息差来赚钱。但关键区别在于什么？一旦你被曝光，企业的反应必须是道歉、赔偿和整改，而不能说你们不理解我，因为法律啊就在这里，老板们呢就不敢太跌位。不过呢，这样的代价就是创新不足，企业啊会过度谨慎。而台湾呢是刑法的重罚。2013年大统黑心油事件，董事长说啊这是行业惯例，结果被判刑22年，后来呢减刑到12年。台湾用刑法告诉企业，信息差支付等于犯罪，但这就能根除信息差吗？没有。2022年至2026年，过去这几年里最著名的就是全方位过期租牌案。这个公司呢将过期2年的租牌改标，通过 Facebook 直播售出逾万片，负责人啊判刑1年6个月，公司呢罚了100万新台币。还有2024年的苏丹红辣椒粉事件，波及多家品牌，政府呢下架59万公斤的产品。所以大家看啊，在台湾仍然有企业冒险用信息差，但同样关键区别在于，一旦被曝光，企业的反应是什么？必须还是得道歉、召回、接受处罚，而不能说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黑我。因为消费者基金会可以代表所有人起诉你，媒体可以24小时围攻你，法律可以让你坐牢，你呢就不敢用跌位来应对。而在香港呢，香港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有独立的消费者委员会，有发达的媒体监督，但信息差仍然存在。2020年，香港的食物安全中心，也就是 CFS， 通过食物事故监测系统，在当年监察到超过2000宗食物事故。2025年，恒生银行因投资产品过度收费被罚了6600万港元。金融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依然存在，但关键问题依然是企业被曝光后如何反应，还是承认错误、接受处罚、改进措施，而不是呢我为了你们好，你们应该理解我。因为在普通法的传统下，法律成本很高，舆论的压力呢很大，老板们呢就不敢摆出家长式的姿态。所以大家看出规律了吗？新加坡、台湾和香港都无法完全根除用信息差赚钱的行为，过期租牌、隐瞒价格、过度收费，这些案例说明商人逐利的本性还在，但是在他们面对质疑时的反应却和贾国龙呢完全不同。他们不会说你们不理解我，他们也不会说你们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黑我，他们更不会说我是为了你们好。为什么呀？因为制度不允许，法律成本太高，舆论压力太大，媒体的监督又太强。所以制度虽然无法彻底改变用信息差赚钱的冲动，但至少可以遏制你的跌位。而中国市场呢，这里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些在本国表现良好的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后呢，也开始玩起了跌位的那一套。譬如2019年西安奔驰车的女车主坐上了引擎盖维权，中国奔驰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道歉，不是调查，而是让 4S 店赶紧协商解决，试图用息事宁人的方法把它压下去。这在德国会这样吗？肯定不会因为在德国消费者可以直接起诉，媒体会持续追踪，奔驰可不敢这么玩。但在中国，奔驰学会了可以拖、可以磨、可以协商，因为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太高。而2017年苹果在全球被曝光降速门，在美国苹果被迫公开道歉，提供电池更换计划，赔偿每位用户25到500美元不等。而在中国呢，苹果的第一反应是中国市场不受影响，
后来是被舆论的压力逼得不得不道歉，但赔偿方案远低于美国的标准。为什么呀？因为苹果发现在中国集体诉讼的制度缺失，消费者维权成本极高，只要道个歉，顺道呢再降个价格就能平息舆论。长期以来，星巴克中国的价格比美国本土还贵 30% 到 50%， 同样一杯拿铁，中国要35人民币，而美国只要4美元。星巴克是什么解释我们运营成本不同。那就奇怪了，但中国的房租和人工比美国还贵吗？那肯定不是啊。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星巴克发现中国消费者对价格的质疑能力很难形成压力，没有消费者组织去追究，没有独立的媒体去对比，所以呢可以随便定价。所以大家看出规律了吗？这些外国企业在本国都是规规矩矩的。为什么呀？因为有集体诉讼，因为有独立媒体，因为法律成本高。但进入中国以后他们会发现这些制度什么都没有，消费者维权成本还极高，舆论可以公关过去。于是他们都学会了爹味老邓那一套，能拖就拖，能糊弄就糊弄，最后实在不行呢，就诚恳道个歉，然后呢继续犯错。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爹味老邓型的老板的产生不只是文化基因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当制度不惩罚这种行为时所有的企业都会入乡随俗，连外企都不例外。这就是中国商业环境的特殊性，不是中国商人特别坏，而是某种制度让这种坏呢变得成本更低。如果大家这时候还不信不要紧，我们来看看这个。还记得节目开头老查说在等一个第三方的评论吗？现在我们就可以揭晓了。2026年的1月18号，就在贾国龙宣布关店继续开始声讨罗永浩之后的没几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标题是网络舆论环境不能成为企业发展的短板。我给大家念几句关键的为何一条社交媒体发文就能让一家经营38年拥有数百家门店的企业陷入发展困境？网络大 V 以劲爆语料一时左右网络舆论场，对企业当然可以批评，但必须客观理性，对别有用心者必须警惕。有多少民营企业遭遇了网络黑嘴、网络水军的造谣抹黑？主流媒体必须对偏颇的不良的网络舆论言行敢于亮剑，敢于批评。听完这几句大家发现什么？人民日报的归因逻辑和贾国龙贾老板的归因逻辑简直一模一样不是企业的问题，是网络大 V 的问题，是舆论环境的问题，是别有用心者的问题。企业是受害者，罗永浩可能是黑嘴，主流媒体要为企业亮剑。这套逻辑大家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在每一次公共事件里，在每一次危机应对里，甚至是不是在每一次维稳的话语里？这就是中国的特殊之处。这不只是制度的缺位，更是官方在为爹味老邓的反应模式背书。但官方媒体都在为这种反应模式背书的时候，你怎么能指望企业家能改变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地方新加坡有政府强制透明，台湾有刑法重罚，香港有普通法的传统，而中国有什么呀？中国有官方为企业亮剑。这就是为什么老查预言中国的爹味老邓型老板会在2020年代之后集体翻车，因为制度没有引导他们改变，官方呢还在鼓励他们坚持。但消费者呢，2025年之后的消费者已经不吃这套了，他们不想只是当被管理的对方，他们想做的是平等的博弈方。他们不需要你解释，他们需要你证明，他们根本不在乎你人民日报说了什么，他们只在乎自己看到了什么。人民日报可以说网络舆论环境不能成为企业发展的短板，但消费者会反问，难道透明度不应该是企业发展的底线吗？难道消费者的知情权就是舆论环境恶化吗？难道批评企业就是别有用心吗？这些问题人民日报没有回答，贾国龙贾老板也没有回答，但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关店102家，亏损接近6亿元，这就是答案。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套方法管用了30年，为什么偏偏2020年代之后就突然开始不行了呢？因为有3个系统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信息结构彻底改变了。2010年之前呢，信息是单向传播的，企业到媒体到消费者，你可以公关媒体，你可以控制叙事。2020年之后，信息是网状传播的，它呈现的是消费者对消费者，网络大 V 对品牌再对消费者。老板们压不住了，一个普通人拍的后厨视频可能比你花1000万拍的广告更有传播力。市场的定义权不再属于企业。而第二个变化呢是消费者的权利觉醒。1990年的消费者被坑了呢就忍了，投诉无门，
个体维权成本太高。2020年的消费者啊，被坑了我就曝光你，社交媒体就是新消鞋，网络大 V 成为消费者的代言人。罗永浩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不是官方，但他有1000万粉丝，他一句话顶100个质检局，所以这也是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啊也很怕他们的原因。第三个变化就是代际认知的差异，50、60、70后的老板们对战90后、00后的消费者，这几代人啊对信任的理解完全不同。5、6、70后的老板们相信啊，品牌就是信任，广告就是背书，包装就是品质，而90后的消费者相信成分表、后厨直播、大 V 测评，这不是年轻人的刁钻啊，而是两代人活在不同的信息结构里。所以大家看啊，信息结构变了，从单向到网状，消费者的权利变了，从被动到主动，代际的认知变了，从性叙事到性数据，这3个变化的叠加就造成了一个结果。那些还在信息差时代学会致富的老板们突然发现自己的核心能力过期了。所以西贝只是第一个交卷的，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这里呢就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了，即使没有集体诉讼，即使没有刑法重罚，2020年代的中国市场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惩罚机制。宝马 mini 的冰淇淋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2023年4月上海车展，宝马 mini 的展台呢发冰淇淋，中国消费者去领啊，说发完了，而外国人去领呢，不仅有，还会贴心的教你如何使用。视频曝光以后啊，宝马的反应是内部管理不细致和工作人员失职，后来又解释啊，那些外国人呢是我们的员工。结果呢，股价单日蒸发183亿元，这说明什么啊？说明2020年的中国市场已经有了自己的惩罚机制，不是法律，是舆论；不是诉讼，是用脚投票；不是罚款，是你的股价暴跌。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还在用跌位老登反应模式的企业啊，会在2020年代后集体翻车。因为即使制度没有到位，市场也开始野蛮淘汰你了。西贝亏损了5亿多，关店102家，宝马股价蒸发183亿，这些数字就是市场要给出的答案。所以回到西贝，回到贾国龙，他的问题不是预制菜，也不是罗永浩，更不是不懂公关，而是一个在信息差时代学会致富的老板，一个在家长式文化里成长的企业家，一个在话语威权体系里习得了应对方式的商人，突然发现时代啊不再奖励这项能力了。他用的方法在1990年代确实是聪明的，在2000年代确实呢是有效的，在2010年代甚至呢也还能勉强过关，但在2020年代游戏规则变了，消费者不再是被教育的对象，而是平等的博弈方，定义权也不再属于你企业，而是属于每一个拿手机的普通人。这不是贾国龙贾老板一个人的悲剧，这是整个华文圈跌位老登型老板的集体毕业考试，而最后的考官靠的不是制度，而是舆论的野蛮淘汰。这条路啊会很痛，也会更快。西贝呢已经交卷了，他的成绩就是亏损加关店。下一个交卷的会是谁呢？体检行业、母婴行业、高端茶叶、保健品，还是那些依然相信消费者可以被叙事控制的所有行业？老查呢我就不预测结果了，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些还在用跌位老登反应模式的老板，那些还以为官方会为我撑腰的企业，那些还认为定义权在自己手里的品牌，时间啊不多了。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摸石过河，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